时间像是被拉长了，不是变慢，而是变得没有明显的节点。你看着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没有特别的突破，没有明显的进展，一切都很平，平到你开始怀疑，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在发生？这个念头反复出现，在你醒来的时候，在你结束一天的时候，在那些你本来期待会有改变的时刻，你开始回想，是不是少做了什么？是不是错过了什么？是不是哪里走偏了？这些问题没有答案，只让你更确定一件事：你好像停住了。这种感觉很微妙，因为外在其实还在运作，你还是完成事情，还是维持生活，还是跟人互动，但内在有一块像是静止的，没有往前，也没有往后。你开始不耐，不是对别人，是对自己。我应该要更好才对，我应该已经走到下一步了。这些声音很熟悉，他们曾经推着你前进，但现在，他们变成一种压力，一种让你更看不见当下的压力。你坐在这种状态里，有点无力，有点想改变，却又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。你试过让自己更积极，试过重新规划，试过找新的方向，但那些动作很快又回到一样的平，没有明显的不同。你开始有点放弃，不是放弃人生，而是放弃那种一定要立刻看到成果的期待。这个放松不是刻意的，比较像是你终于没有力气再对抗，于是你停下来，没有再去判断这段时间是好还是坏，没有再用进度来衡量自己，你只是过每一天，过那些看起来没有变化的日子。一开始，你还是会怀疑，但慢慢地，那种怀疑变得比较轻，因为你不再一直盯着它，你开始注意到一些很小的东西，一些以前不会注意的变化。你的反应变了，某些原本会让你焦躁的情况，现在没有那么强烈。某些你以前会逃避的情绪，现在可以多停留一点。这些改变很细微，细微到你一开始不觉得那是进步，但它们存在，而且在累积。你开始回头看，那些你以为没有前进的日子，其实并不是空白，它们像是地下的根，没有长出来，但正在扩展，正在稳固。你没有看到成果，是因为它还在里面，还在准备。这个理解来得很慢，没有一个明确的瞬间，比较像是你突然不再那么急着否定这段时间，你开始愿意承认，也许这些看似停滞的日子，本来就不是为了让你看见，而是为了让你变化。从里面悄悄地，没有声音，没有标志，但真实的发生。你再次回到现在，这一天还是一样，没有特别的突破，没有剧烈的转折，但你感觉不同。你不再用没有发生什么来定义它，你开始用一种比较开放的方式看待。也许正在发生，只是我还没看到。这句话让你心里有一点松，不是因为你确定了什么，
而是你不再急着否定。这个空间很重要，它让过程可以继续，让那些还在形成的东西有机会慢慢浮现。你开始信任这种节奏，不是因为你看见结果，而是因为你开始感觉到内在的变化。那种变化不需要证明，也不需要被谁看见，它只是存在。在你愿意不再催促的时候，在你愿意陪着自己走过这些平静的日子时，一点一点的累积，你忽然明白，停滞并不是停止，它只是转变的一种形式，一种不被立即看见的形式。当你愿意这样理解，那些你曾经觉得浪费的时间，开始有了不同的重量。它们不再是空白，而是过程，一个正在把你带往下一个阶段的过程。而你其实一直都在路上。画面停在那一刻，像是应该发生的事情没有发生。你盯着它，没有往前，也没有结束，一种说不上来的卡住。你原本以为这个时间点早就该有结果了，你已经准备好了，也已经等了很久，甚至在心里排练过无数次，应该就在这里，应该就是现在。但它没有出现，没有回应，没有确认，没有任何让你确定的讯号。是不是太慢了？这个念头很自然地冒出来。你开始往回看，是不是哪里错过？是不是哪一步不够快？是不是有人已经走在你前面？你试图找出原因，试图把这个延迟合理化，但越想，心里越紧，因为你没有答案，你只剩下一种感觉，被拖住，被留在原地。这种感觉很难受，不像失败那么明确，也不像成功那样清楚，它介在中间，一种模糊的不确定。你开始不耐，想要做点什么，让事情动起来。你试图加速，试图再推一点，再努力一点，但那种推动没有带来你想要的改变，反而让你更疲惫。你停下来，不是因为放弃，而是因为你发现，再用力也没有用。那一刻，你第一次真正看着这个还没发生，没有立刻把它当成问题，只是看着。一开始还是有不安，你会忍不住去想，如果现在没有发生，那是不是代表不会发生？如果已经错过，那是不是再也没有机会？这些念头一个接一个，但你没有再追着他们跑，你只是让他们出现，然后慢慢地，你开始注意到一件事，你之所以觉得这是延迟，是因为你心里有一个时间表，一个你认为事情应该发生的时间，但那个时间其实是你自己设定的，不是事情本身的节奏。这个发现让你愣了一下，你忽然开始怀疑，如果不是延迟呢？这个问题很轻，却让整个感受开始松动。你不再那么确定，现在这个状态是不是错的？你开始重新看这段时间，那些你以为在等待的日子，真的只是空转吗？还是其实有什么正在准备？你回想，这段时间里，你其实有一些改变，
一些你当下没有注意的细节，你的想法变得不一样，你看事情的角度变了，甚至你对某些选择的感觉也开始不同。这些变化很安静，没有标志，但它们存在。你忽然意识到，如果事情真的在你原本预期的时间发生，你当时的状态真的能承接吗？这个问题让你沉默，因为你知道答案。也许可以，但不会那么稳，甚至可能让你更慌，更抓不住。这个理解慢慢扩展，你开始看到，这段还没发生的时间，并不是空白，而是一种调整，一种让你跟那个结果对齐的过程。不是拖延，而是校准。当你这样看，心里那个原本很紧的地方开始松开，你不再急着推动，也不再急着证明自己已经准备好，你只是待在这里，让事情按照它自己的节奏走。慢慢地，你开始感觉到一种不同的安心，不是来自结果，而是来自理解。理解这个时间点，也许就是刚好，不是太早，也不是太晚，只是刚好让你走到这里，让某些东西成熟，让某些部分稳定，让你不再只是想要，而是真的能承接。你再次看向那个还没有发生的地方，它还在，没有变，但你对它的感觉变了。你不再用焦急看它，也不再用怀疑看它，你开始用一种比较开放的方式，像是在等，但不是被动，而是一种知道会来的等待。你不需要再证明，也不需要再加速，你只是继续走你的步调，让时间自己完成它的部分。然后你忽然明白，你以为的延迟从来不是阻碍，它只是让一切落在对的位置上，在那个刚刚好的时机，安静的发生。你站在边缘，没有跨出去，不是没有机会，而是你还在等，等一个更好的时间，等一个更完整的准备，等一个让你确定不会错的时机。你告诉自己，再一下就好，再多想一点，再确认一次，这样才不会后悔，这样才算负责任，这样才是对的。这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，合理到你几乎没有怀疑过。你以为你是在等待机会，但慢慢地，你开始发现，机会其实已经来过很多次，只是每一次，你都让它从旁边走过，不是因为你看不见，而是因为你还不够确定。你总觉得还可以再更好一点再开始，还可以再稳一点再踏出去，这样比较安全，这样比较不会失败。但时间没有因为你的等待而停下，它一直在走，而你还在原地微调、修正、准备、想象，一切都很完整，除了行动。这个发现一开始让你不太舒服，因为你一直以为自己是谨慎，是理性，但现在看起来，有一部分其实是害怕，害怕失败，害怕做错，害怕一旦开始就没有回头的空间。这些害怕没有错，它们只是让你停得太久。你开始问自己，
我要等到什么时候才算准备好？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，因为你心里很清楚，那个完全准备好的状态几乎不会出现，总会有一点未知，总会有一点风险，总会有一点你还没掌握的部分。这些东西不是因为你再多等一点就会消失，你忽然安静下来，不是因为你找到答案，而是因为你看见了这个循环：等待、准备、再等待，一圈一圈，没有真正的开始。你站在那里，那个你一直以来在等的时机，其实没有出现，但某种感觉开始改变，你不再那么确定时机是外面来的这件事，你开始怀疑，如果时机不是一个会到来的东西，那它是什么？这个念头很轻，但它打开了一点空间。你回想那些你曾经真的跨出去的时刻，它们其实没有那么完美，没有完全准备好，甚至有一点混乱。但你走了，而事情就在那之后开始发展，不是之前。这个顺序很清楚，不是先有完整的时机，才有你的行动，而是你行动之后，时机才慢慢形成。这个理解让你心里一震，像是某个一直被误解的地方突然对齐。你再次看向眼前，这个位置没有改变，机会还在，没有更好，也没有更坏，只是还在那里，而你也还在。这一次，你没有再问是不是现在，你只是感觉那个想走的部分，它一直都在，只是被等待压住。你轻轻吸了一口气，没有让自己变得更勇敢，只是没有再往后退。你往前移了一点，很小的一步，但那一步不是为了证明什么，也不是因为你终于确定，而是因为你不想再等那个永远不会完全到来的时机。你忽然明白，你一直以为自己在等机会，其实机会早就在等你，等你愿意出现，等你愿意参与，等你不再把开始交给未来，而是交还给自己。这个理解很安静，没有激动，但很稳。你没有突然加速，也没有冲出去，你只是开始，在还不完美的状态里，在还有一点不确定的感觉中，慢慢地踏出下一步。而就在那一刻，你感觉到一件事，不是时机终于到了，而是它一直都在，只是现在你终于走进去了。你坐在那里，没有真的停下来，但也没有往前，像是某种状态被维持着，稳定，却有一点闷。你不是没有想过改变，你想过很多次，甚至在心里描绘过不同的样子。如果更自由一点，如果更果断一点，如果不再这么在意，那些画面都很清楚，清楚到你几乎可以感觉到那个版本的自己。但现实没有跟上，你还是在原来的位置，没有错，也没有突破，只是维持。为什么还没有变？这个问题在心里出现过很多次，有时候带着不耐，有时候带着一点失望。你甚至会怀疑，是不是自己不够努力，
是不是少了什么关键？于是你试着再做点什么，再学习，再调整，再逼自己跨出去一点。但那些改变总是维持不久，很快就回到原来的轨道。你开始觉得好像有一层看不见的东西把你留在这里，不是外在的阻碍，更像是内在的某种限制。这个感觉让你有点无力，因为你不知道怎么突破。你已经做了很多，却没有真的跨过去。你安静下来，不是因为找到答案，而是因为你暂时不想再逼自己。你开始只是观察，观察那些你以为需要改变的地方，观察当机会出现时，你是怎么反应的。你慢慢发现，每当某个可能带来改变的机会出现，你心里都会有一个很细微的收缩。很快，几乎一瞬间，你可能甚至没有意识到，但它存在。那个收缩里面藏着一些声音，这样会不会太冒险？如果不成功怎么办？现在这样其实也还可以。这些念头很熟悉，他们不是在阻止你，他们只是想保护你，保护你不要离开已知，不要进入不确定。你突然明白，改变不是没有来，它其实一直在靠近，只是每一次靠近，你都在那个微小的瞬间，没有完全允许它进来。这个发现让你愣住，因为你一直以为自己是在等待改变，但现在看起来，你比较像是在筛选那些你觉得安全的部分，而把真正会动到你的那一种轻轻挡在外面。不是刻意，只是习惯。你开始更细致地看自己。当某个选择让你有一点紧张，你不是立刻拒绝，你只是停一下，感受那个紧张，不是要消除它，只是承认它存在。我其实是怕的，你在心里说。这句话很简单，却让某个地方松了一点。你没有再假装自己准备好了，也没有逼自己一定要勇敢，你只是诚实地面对那个还没有完全打开的自己。这种诚实让你比较安静，不再急着证明，也不再急着突破。但奇怪的是，当你没有再逼自己改变，某些东西开始松动，那些原本很坚固的界限变得没有那么绝对。你开始可以在一点点不确定里停留，没有立刻退回熟悉的地方。那一点点停留就是差别。你没有突然变成另一个人，你只是多允许了一点，允许自己不那么确定，允许自己有一点冒险，允许自己还在学。这些允许一点一点地打开空间，而改变就在这些空间里进来，不是剧烈的，而是自然的，像水一样，当有缝隙，它就流进来。你忽然理解，改变从来不是被你做出来的，它更像是被你允许的。当你不再紧抓原本的样子，不再急着维持熟悉的稳定，那些新的可能就有地方出现。你再次感觉那个内在的收缩，它还在，但你没有再立刻关上，你让它存在，同时也让那个新的方向存在，两者一起，
没有排斥，没有压抑，只是同时在你里面。那一刻，你没有做出一个巨大的决定，你只是没有在拒绝。而就在这个没有拒绝的瞬间，你感觉到一件事，改变早就在门口。他没有敲门，只是一直在等，等你愿意开一点缝，让他进来。你把一切都排好了，步骤、时间，甚至连可能出现的状况都想过一轮，看起来已经很完整，但你还没有开始。你告诉自己，再确认一下，再优化一点，再等一个更好的状态，这样开始才不会浪费，这样开始才算准备好。这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，合理到你几乎没有察觉。时间其实一直在过，你还是在同一个地方，没有退，但也没有真正往前。你会偶尔感到一点焦躁，看到别人开始，看到别人进展，你会想，我其实也可以。但那个念头很快又被压回去，因为你还不够确定，还不够完美，还不够稳。这些还不够像是一道门，把你留在外面。你不是没有能力，只是没有跨过那条线。你开始问自己，到底什么时候才算准备好？这个问题你问过很多次，但你从来没有真正回答，因为你心里其实知道，那个标准会一直往后移。当你觉得差不多了，你又会看到新的缺口，新的不确定，新的理由。这个循环很安静，没有明显的停滞，但也没有真正的开始。你坐在这个状态里，有一点疲惫，不是因为做太多，而是因为一直在准备，却没有走进去。你忽然安静下来，不是因为找到答案，而是因为你开始怀疑这个方式。如果准备真的可以让你完全安心，那你现在应该已经开始了，但你没有。这个事实很清楚，让你有点无法忽视。你开始回想那些你曾经真的做过的事情，那些你没有等到完美状态就开始的时刻。他们一开始其实都不稳，有点混乱，甚至有点狼狈，但你走了，然后在过程中，你慢慢调整，慢慢学会，慢慢变得更熟。那时候的你，不是先准备好才行动，而是在行动里变得准备好。这个记忆很清楚，你之前只是没有把它当成规则，你以为那只是例外，但现在，你开始重新看它，你发现，也许那才是常态。准备不是在起点完成的，而是在过程里形成的。这个理解让你心里一震，不是激动，而是一种松动。你一直抓着的那个要先准备好的信念，开始有一点裂开。你再次看向你现在的位置，那些你还没做的事情，那些你一直在等的开始，他们还在，没有消失，只是一直被延后。不是因为不重要，而是因为你一直在等一个不存在的状态。你没有立刻行动，你只是让这个理解在心里停一下，让它沉下去，让你真的感觉到，你其实已经够了。不是完美，
但足够开始。这个足够很关键，它不像完全准备好那么遥远，它就在现在，在你还有一点不确定，还有一点紧张的状态里。你吸了一口气，不是为了让自己更勇敢，只是让自己不要再退。你没有把一切想清楚，你也没有等所有条件到位，你只是动了一点点，很小的开始，几乎不明显，但那是行动，而不是准备。那一刻，没有奇迹发生，没有突然变得很顺，甚至还是有一点卡，但你没有停，你再做一点，再试一次，再修正，慢慢地，你开始发现，那些你以为需要先具备的能力，正在出现；那些你以为需要先确定的方向，开始变清楚。不是在你开始之前，而是在你开始之后。这个差别很大。你终于明白，你一直在等准备好，其实只是让自己停在门外，而门的另一侧，并不是给已经准备好的人，而是给愿意走进去的人。你没有突然变成另一个人，你还是有疑问，还是有不确定，但你已经不一样了，因为你开始了。而就在你开始的那一刻，你也开始变得准备好。你看着眼前的距离，没有缩短，不管你怎么回头确认，那个终点还是在那里。你开始怀疑，我真的有在前进吗？这个问题很轻，却慢慢变重，因为你找不到证据，没有明显的突破，没有可以指认的成果，甚至连方向有时候都变得模糊。你还在走，每天都有做一些事情，维持着某种节奏，但那种走没有带来你期待的变化。你开始不安，不是因为停下来，而是因为你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在绕圈。会不会我其实一直在原地？这个念头让你有点冷。你开始回顾，想找出一个明确的进步，一个可以证明你没有浪费时间的痕迹。但那些证据很零碎，小到你几乎不愿意承认，因为它们看起来不够重要，不够大，不够让人觉得你真的在往前。你开始有点想放弃，不是放弃整个方向，而是放弃相信自己正在前进，因为看不见结果。这种状态让人很容易疲惫。你坐下来，没有做决定，只是让这种感觉存在。一开始，还是有一点抗拒，你会想赶快找到答案，想确认，想让自己安心，但你没有立刻去做，你只是停在这个不确定里。慢慢地，你开始注意到一些细节，那些你之前忽略的地方，你的反应变了。某些以前会让你动摇的事情，现在没有那么影响你，你的选择也变了。有些你以前会避开的方向，现在开始愿意靠近一点，甚至你的耐心变得比较长。你可以在不确定里多待一点时间，没有那么急着逃开。这些改变很安静，没有标志，也不会被别人看见，但他们在。你忽然意识到，你一直在用外在的距离判断自己，用看得见的结果，用明确的进展，
来定义前进。但有一种前进是发生在里面的，没有明显的移动，却在改变你整个状态。你开始重新看这段时间，那些你以为没有进展的日子，也许不是停滞，而是在累积。累积什么？不是成果，而是力量。一种你现在还没完全用上的力量。你开始感觉，那些你曾经觉得无聊的重复，其实在训练你，让你更稳。那些你觉得卡住的时刻，其实在拉伸你，让你更有弹性。那些你觉得没有变化的日子，其实在堆叠你，让你更深。这些东西不会立刻显现，但它们不会消失，它们会在某一个时刻一起作用，让你跨过一个原本过不去的点。这个理解慢慢进来，没有说服，比较像是你终于看见，你再次看向那个距离，它还在，没有缩短，但你对它的感觉变了。你不再只看终点，你开始感觉自己的状态。你没有更接近吗？也许有，只是方式不同。你没有快速冲刺，但你变得更稳。你没有明显突破，但你变得更能承受。你没有立刻成功，但你变得更接近那个可以成功的自己。这些都是前进，只是没有那么明显。你忽然松了一点，不是因为事情改变了，而是因为你不再否定自己。你开始愿意承认，你一直都在走，只是这段路不是用距离衡量的，而是用累积。你再次呼吸，这一次比较深，不是刻意，只是自然。你没有加快，也没有停下，你只是继续。在这个还没有结果的过程里，一点一点地把那些看不见的力量留在自己身上，然后在某一天，当机会出现，当那个需要跨越的时刻来临，你会发现，你不是突然变强，而是你早就已经准备好了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